哇，太久没有影片了，谢谢你们还留守着保险知多少。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众所周知啊，在这2年里面啊，全世界的国家呢都被这个疫情笼罩着，包括马来西亚。在这个影片录制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呢，也是属于高传染的。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的关系啊。那么在这2年里面啊，马来西亚的保险行业到底有什么改变？那自从我们在2020年3月 lockdown 开始啊，很多人都没有出门，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个病毒的传染链呢切断。很多工作啊都变成了居家工作，或者是 work from home， 这个也包括保险行业。原本呢 agent 呢必须要跟准保客见面洽谈，然后才可以成交保单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面对面的这个交谈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呢，马来西亚的 Bank Negara 已经批准了保险公司利用这个模式，叫做 Remote Sales， 或者是我们俗称隔空成交保单。保险的 agent 可以通过这个视讯的软件啊，来跟保客见面洽谈，然后呢可以成交这个保单。那么保客要怎样成交这个保单呢？非常简单，保客呢可以在手机里面呢浏览这个保险公司寄来的链接，来确认他们的保单还有签名。保单呢也会通过 email send 出去，甚至有些医药卡现在都变成 e-medical card， 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啊看你的保单啦，看你的 medical 卡啦等等的东西。到了2022年啊，马来西亚的保险行业啊，也必须要与时并进，才能够发扬光大。对，这2年里面呢，人们对保险的意识都大大的提升，买保单的人也很多，但是啊，好像缺乏了一点嘛。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的保险行业在未来2到5年里面的趋势。因为疫情啊，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因为冠病而住院的话，医药卡到底能不能够理赔？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我也做过好几部影片，甚至呢做了几场的直播为大家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因为这个一条的不保传染病的这个条例啊，而不能够让冠病有这个 cashless 的这个 facility。但是竟然有保险公司用了这2年的冠病的这个病例啊，做出分析过后呢，决定提供这个 cashless 的服务。对，就是因为冠病而住院，可以用医药卡 cashless 住院。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都是要符合条例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啊，如果这个冠病啊成为了这个流行性感冒的一种疾病的话呢，相信更多公司会提供同样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呢不出奇，这2年的疫情啊，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从完全不会烹饪到1天啊可以给家里人煮3餐，7天没有换过 menu 的都有。很多人在网上学习投资啊、画画啊、手工啊、修理电器啊、修理家具等等。还有啊，很多人就像你们这样，观看了保险知多少的影片过后呢，保险的知识也提升了不少。甚至有些参与了我们的这个 policy review 的活动过后，就算没有买新的保单啊，他们都学习怎样去看自己的保单。甚至有些人啊，已经懂怎样计算自己需要多少的这个保障保险了，真的是懂得比较多，也可以避免很多有心人来骗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啊，共享模式的这种生意方法已经是深深的改变了很多行业。打个比方，传统的这个德式司机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计程车的行业，目前为止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电子造车服务，
这一个改变呢，也让更多人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然后从中得到好的收入。同样的，有些企业想要把公司的生产量提高，就运用了这个共享盈利的模式来慰劳能干的员工。所谓的能者多劳，劳者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道理。成功的把一些企业在短短的几年，把他们的业绩提升了好几倍。那从前，如果你介绍一个保客给你的保险 agent， 你的 agent 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奖励金或者是介绍费，这个通常是一次性的。如果你介绍的保客，他再介绍另外一个保客给你的保险 agent 呢，这个你就没有分了咯。如今在马来西亚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性模式，不但是在你介绍保客后可以得到介绍费你介绍的保客在介绍新的保客的时候呢，你同样也有份，而且是4年而不是一次性的。再加上如果你因为生病或者是不幸离世过后不能够再介绍保客了，你的家里人可以继承你的收入，可以继承你的这个生意模式，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意模式那么以上呢，就是马来西亚保险行业未来2年到5年会发生的3种趋势。不管你接不接受，不管你在不在保险行业，这3个趋势肯定是志在必得了的。尤其是第3个趋势，共享盈利模式，很快就会传到你身边的朋友了。与其他们来找你，不如你先占上风。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就请你按赞、订阅、分享。同样的，去 like 一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还有，如果你想要了解第3个趋势，共享盈利模式如何运作的话呢，你同样可以在 Facebook page PM 我。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